少人都在说，美军航母吹得再强大，说到底也只是一个铁壳子，随便来发阿猫阿狗导弹就能将它击沉。但就在今天，美军用一个极其恐怖的实战部署给予了沉重的回应。随着停火期限的逼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火药味已经浓到了极点。面对伊朗的封锁，美国人直接祭出了祖传的手段，兵临城下，而且还是3大航母打击群集结。根据权威防务媒体披露，此时此刻，3个10万吨级的核动力航母打击群正从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向着中东地区全速合围。这是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军在中东集结的最大规模海上航空兵力。除了伊朗人，恐怕谁也无法想象出，当这3头承载着几百架现代战机的巨兽，连同宙斯盾防空网，死死躲在一个国家的家门口时，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绝望？那么，这3支庞大的打击群到底是如何排兵布阵的？刚刚经历过火灾的福特号为何带伤重返红海？跨越大洋奔袭而来的布什号又将扮演什么角色？上期视频我们分析了美军航母那深不见底的战争潜力和技术代差，但一直没有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说航母不可替代？或许不少人认为打航母就是用雷达锁定一艘长300多米的船。错，打航母首先要面对的是部署在几百公里外由 E-2D 撑起的全向雷达警戒网，以及由3到4艘伯克级驱逐舰组成的搭载了数百枚标准拦截弹的反导铁幕，甚至还要面对潜伏在水下随时准备猎杀敌方潜艇的攻击型核潜艇。而想要把导弹砸在航母的甲板上，进攻方必须消耗海量的侦察资源、突防弹药，甚至要做好搭上整个国家海空军家底的准备。这就是美军敢把航母开到别人家门口的底气所在。更不用说，在这场宏大的海上调兵遣将中，冲在最前面的还是世界最强航母福特号。大家都知道，这艘造价高达128亿美元的超级巨舰，前不久因为舰尾洗衣房起火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迫不得已撤出了红海，跑到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港去进行紧急维修了。这事儿让不少人狠狠地嘲讽了一番，觉得这艘塞满电磁弹射、双波段雷达等黑科技的航母不过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少爷兵。但很快，福特号就给了他们沉重的一击。据美联社援引五角大楼官员的绝密消息，已经草草修整完毕的福特号根本没有像外界预测的那样修完就打道回府，而是在马汉号和温斯顿·丘吉尔号这2艘伯克级驱逐舰的贴身护卫下，重新穿过了苏伊士运河，再次驶入了危机四伏的红海。要知道，它的连续部署时间已经打破了林肯号在疫情期间创下的中东部署记录，更是彻底刷新了自越战结束半个世纪以来美军航母最长部署天数的历史极限。这也说明美军最高指挥层认为，目前的局势已经到了爆发全面冲突的边缘，必须把手里这头最强海上巨兽死死地顶在伊朗面前。哪怕是疲劳驾驶，福特号呢理论上能弹射160架次的恐怖出击率，也是压制红海和扼守苏伊士运河南大门不可或缺的绝对火力。而在福特号东边，还有一头哥斯拉正在阿拉伯海中静静潜伏，它就是亚伯拉罕·林肯号。林肯号虽然是上一代的尼米兹级航母，但千万不要因为它是老将就小看它。这艘航母刚刚完成了一次耗资数十亿美元的中期大修和复杂换料。在大修期间，它不仅更换了全新的核燃料棒，获得了未来25年的无限动力，更是对全舰的雷达、电子战系统、拦阻索和飞行甲板进行了针对第5代战机的全面现代化升级。现在的林肯号不仅能起降传统的超级大黄蜂，更是完全具备了搭载 F-35C 隐身战机进行成舰至高强度作战的能力。只要一声令下，它随时可以起飞几十架满载 GDAM 或者 AGM-154 小直径炸弹的隐身战机，悄无声息地穿透伊朗的 S-300 防空网，对伊朗纵深的弹道导弹发射阵地、地下核设施进行毁灭性打击。与此同时，在波斯湾的内海里，美军还留了一手暗棋，那就是迪里波里号2栖攻击舰。很多人觉得2栖攻击舰就是用来运兵的，但迪里波里号不同，它是一艘没有误舱、专门强化了航空能力的美国级2栖攻击舰。它是名副其实的闪电航母，甲板上搭载着第31海军陆战远征队，并且可以挂载多达20架 F-35B 垂直起降战机。它的任务非常明确，配合外海的2艘重型航母，利用 MV-22 鱼鹰旋翼机和 F-35B， 在开战的第一时间向伊朗海岸线快速投送精锐的陆战队兵力。无论是执行夺岛、破坏关键雷达站，还是直接摧毁伊朗反舰导弹发射车，
这艘闪电航母都是一把让伊朗人寝食难安的利刃。一般来说，2艘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加上1艘满载隐身战机的闪电航母，配合周边基地的大量陆基战机，这个豪华阵容已经足够把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炸回恐龙时代了。但美军五角大楼觉得还不够保险，为了确保在爆发全面冲突时拥有压倒性的火力优势，他们正在从大西洋方向再请来1艘航母，这就是上月底刚从美国东海岸诺福克军港紧急起航的乔治 H.W. 布什号。布什号是尼米兹级的最后1艘，也是该级舰中最年轻、技术最成熟的1艘。布什号的部署采取了一条反常的路线，按照常理，从美国东海岸去波斯湾，最近的路是横穿大西洋，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然后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但为了避开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在红海制造的封锁，为了防范不可预测的地缘政治阻碍，布什号打击群没有走捷径，而是选择了绕行整个非洲大陆的西岸和南岸。根据公开的航迹资讯和卫星追踪，目前布什号打击群已经穿过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正在沿着非洲东海岸全速向北挺进。这种不计成本、跨越半个地球的长途奔袭，展现了美军核动力航母可怕的战略投送能力。预计在短短数日之内，这支胜利军就可以抵达中东海域。如果它向左转进入红海，与福特号形成双航母编队，将彻底碾压红海沿岸的任何抵抗。如果它向右转进入阿拉伯海，与林肯号并肩作战，也足以对伊朗本土形成2面夹击之势。无论它转向何处，美军都将在中东地区形成一个极其恐怖的3航母打击群。那么3个核动力航母打击群齐聚中东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在兵力规模上，这意味着美军可以在几天之内在伊朗的家门口瞬间集结超过200架第4代和第5代先进战斗机。这个数量的战机，如果以每天每架出击2次计算，每天能向目标投下数千吨的精确制导弹药。这还意味着海面上将游曳着超过20艘搭载宙斯盾系统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它们的垂直发射管里塞满了数千枚防空拦截弹和用来洗地的战斧巡航导弹，水下还有至少3到4艘洛杉矶级或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随时准备发射潜射版战斧。这种规模的武力投射，其瞬间爆发的毁灭能力是一个让人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要知道，美军在最巅峰时期也不过动用了5个航母战斗群，而现在仅仅是为了对付一个处于严厉制裁下的伊朗，美军竟然一口气砸出了3个核动力航母打击群。可以看出，美军这是在用不计成本的极限施压，以及堪称豪华到过剩的排兵布阵，向正在谈判桌上僵持的对手发出了最冷酷、最不留情面的最后通牒。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大动脉依然被封锁，如果和平协议依然无法达成，如果针对美国盟友的袭击依然在继续，那么你们要面对的将不再是毫无意义的口头谴责，或者是轻描淡写的经济制裁，而是那些从大洋深处铺天盖地飞来的战斧导弹，从夜空袭来的 F-35C 隐身战机，苦心经营几十年的雷达站、地下核设施也将彻底夷为平地的毁灭性打击。伊朗，你是否又恐惧了呢？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航母是不是铁壳子？当然是。现代的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武器，甚至是无人机蜂群，能不能对它构成威胁？理论上当然能，但战争从来都不是纸面上的参数对比，而是体系与体系的碰撞。当3个装满核动力隐身机群和巡航导弹的10万吨级铁壳子，连同他们密不透风的、经历过无数次实战检验的防空反导网络，死死堵在你的海岸线上时，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说自己不害怕，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敢无视这种足以抹平一切的战略压迫感。这种绝对的实力碾压，哪怕更高明的战略和战术也无法弥补。至于那些轻视美军航母战力的人，认为导弹可以轻易战胜航母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太久没有见识过一个超级大国真正发怒时的恐怖模样。正如那句不变的真理，谈判桌上的筹码永远建立在炮管的射程之上。好了，本期关于美军3大航母打击群紧急集结中东的分析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认为，面对美军这种极限武力施压，你认为被逼入墙角的伊朗会选择在最后期限前妥协，还是会动用其庞大的导弹库和无人机硬刚到底？在高超音速武器日益普及的今天，3航母编队的威慑力是否依然不可战胜？我们下期不见不散。